Hello，各位好，我是 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拆解一个听起来超级矛盾，但却每天都在台湾各地上演的大问题——教师荒。我们会用5个步骤，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把这个问题的真相给揭开。首先，我们会先看这个学生变少，老师却不够的怪现象到底有多严重。接着，我们会深入到教育现场的核心，去看看那个撑起一切却又问题重重的代理制度，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我们会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连锁效应引发了这场谁也没想到的完美风暴。当然，我们更要看看在这场风暴之中，第一线的老师们付出了什么燃烧殆尽的代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一起来探讨，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可以扭转未来？ OK， 我们直接切入整个问题的核心。你每天看新闻、滑手机，一定都会看到少子化这3个字，对吧？台湾的生育率在全球敬佩莫做，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所以，按照我们最直觉的逻辑去想，学生越来越少，那学校需要的老师理所当然也应该越来越少才对啊！怎么可能还会缺老师呢？这听起来根本就完全不合逻辑嘛。但是各位，这个听起来最不合逻辑的剧本，却是现在台湾教育现场最真实也最荒谬的日常。我们直接用数据说话，这张图表真的非常惊人。你看一下，左边这条 bar 是国小学生的人数，你看这个趋势稳定向下，完全符合我们对少子化的认知，没问题。但你再看右边这条代表教师职缺数的 bar， 它却是像火山爆发一样，用一个非常陡峭的角度往上冲。这不是我乱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缺老师那应该是偏乡离岛才有的事情吧。错了，现在这场战火已经烧到全台湾的市中心了。像是新北市的秀朗国小，这可是全国学生数最多的学校开学前居然要招到第10招才把老师给补满。在台北市、新北市，很多学校招个5招、6招都找不到人，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到底怎么回事？重点来了，要理解这个巨大的矛盾，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个关键字，那个关键字就是代理制度。这4个字可以说是撑起整个台湾基础教育的梁柱，但同时，它也是整个教育界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一个把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当成没有保障的临时工在用的系统。好，什么是代理老师？其实这个制度一开始的设计初衷是很合理的啦。你想想，学校总是有老师要请产假、育婴假、病假嘛，那这段时间总不能让学生没人教吧？所以就需要有人来短期代课，这就是代理老师。他们本来应该是救火队，但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各县市的教育局算盘打得非常精，他们很担心，如果现在开了太多正式老师的缺，等到几年后少子化的浪潮真的打过来，班级数一减少，这些老师就会变成所谓的超额教师。到时候不只要继续付他们薪水，更要负担庞大的退休金，这是一个财政上的考量，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这个合理的考量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剩下的缺口怎么办？没错，全部都丢给代理老师来补。结果就是代理老师的角色慢慢的从暂时性的救火队，变成了撑起整个教育现场不可或缺的主力部队。那正式老师跟代理老师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直接来看这张对比图，这根本就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哦。左边的正式老师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铁饭碗，工作有保障，年资可以稳定累积，福利完整，有退休金。但你看右边的代理老师，1年1聘，每年暑假都在赌下一年的合约在哪里。以前暑假还没有薪水可以领，年资也常常不被承认，永远都处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状态，所以才会有流浪教师这个非常心酸的名词出现。我打个比方好了，这就像一间超大的科技公司，但公司里面有1/4的工程师，全部都是1年1聘的约聘人员。公司还要求这些约聘人员要扛下跟正职完全一样的专案，负一样的责任。
然后每年合约到期的时候再跟他们说，你今年表现不错哦，我们考虑明年再跟你续约。你觉得这合理吗？在这种制度下，谁还待得下去？好，那了解了代理制度这个不稳定的地基之后，你可能会想，这个问题听起来已经存在很久了啊，那为什么是这2年才突然大爆发，缺老师缺得这么夸张？重点来了，因为有好几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在同一个时间点非常巧合地全部撞在一起，形成了一场谁也没有想到的完美风暴。我用一个水桶的比喻，大家应该会比较好懂。你可以想象，过去10几年，因为各县市政府严格控制正式老师的名额，所以很多有教师证的优秀人才，他们想当老师，但考不上，只好先去当代理老师。这就像我们把水，也就是这些人才，不断地倒进一个叫做代理人才库的水桶里面，久而久之，这个水桶里就累积了满满的水。结果这2年发生了2件大事。第一，战后婴儿潮世代的老师们刚好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所以出现了一波巨大的退休大潮。第二，教育部发现，哇，代理老师的比例实在太高了，这样不行，所以就要求各县市要把代理比例降到8% 以下。这2个因素加起来，导致各县市突然之间大开了好几千个正式职缺。这就像有人拿了一个超大的勺子，把水桶里面积累已久的水，也就是那些资深的代理老师，一口气全部都舀走了。他们都顺利上岸，考上了正式教职，终于不用再流浪了。但最关键、最致命的问题是什么？是新的水，也就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新血，根本没有流进来补充，这个水桶就这样被彻底抽干了。你可能会问，新血为什么不进来？水龙头怎么关起来了？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来看一个惊人的数据。根据统计，最近3年刚拿到教师证，最新最了解108课纲的这批年轻老师，有将近70%是连考都不考，直接放弃进入教职这个体系。你没有听错，不是他们考不上，是他们压根就没去报考。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人才管线从源头就已经断掉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那为什么不考？答案其实非常现实。第一，薪水。一个大学毕业的老师起薪大概是42000到45000之间。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但你要看跟谁比。特别是那些数理背景、资讯背景的老师，隔壁的科技业，台积电、联发科，新人价码是多少？随便都是高出一大截，这还不包含分红跟股票。第二，生活成本。你在双北当老师，一个月薪水4万多块，光是租一个像样的套房，可能就要花掉你15000甚至2万，扣掉交通吃饭，你一个月根本存不到什么钱。很多老师都是苦撑3年，就想尽办法要调回中南部老家，因为在台北真的活不下去。再加上现在老师要处理的行政杂物多到爆炸，家长的投诉压力也越来越大，动不动就说要找议员要PO网。然后年金改革之后，退休福利也缩水了。我们把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你站在一个刚毕业20几岁的年轻人角度想一想，这是一道很简单的数学题。一边是高工时、高压力，薪水涨幅有限，福利缩水，还要面对各种投诉的教职；另一边是薪水高、前景看好、机会更多的其他产业。你说这样的条件对现在的年轻人还剩下多少吸引力？好，讲完了这些系统性的、比较冰冷的制度问题，第4部分我们要来谈谈更重要的人的温度。在这整个崩坏的结构底下，在第一线奋斗的老师们，他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真的不只是钱的问题而已，而是一种身为老师的尊严跟教学的热情，日复一日的被消磨殆尽。这是一位代理老师最真实的心声。现在的老师除了备课、上课、改作业这些本分之外，还要处理一堆跟教学完全无关的鸟事。每天要收午餐费，要写一堆教学计划跟评鉴报告，要协助校庆园游会布置，要在校门口站导护，要回复家长的意见信箱，甚至连教室的桌椅坏了，有时候都要自己动手修。他们的时间跟精力都被这些杂事切得非常非常破碎，真正能够专心用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其实少得可怜。除了压垮人的工作量之外，一个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于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
很多代理老师都分享过，当家长在恳亲会上一听到代理这两个字，那个眼神、那个态度马上就变了。一句轻描淡写的“哦，你不是正式老师哦”，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你只是暂时的，你可能不够专业，我把孩子交给你教，真的可以吗？这种标签让他们在教学现场非常难建立威信，而学生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会降低对老师的信任跟尊重。这句话更可怕，这是一个小学生亲口对他的老师说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吗？当一个老师他只是想要管教学生一个不对的行为时，心里还要担心我会不会被家长投诉，我会不会被偷偷录音，我会不会被 po 到脸书社转公审。在这种恐惧的氛围下，他还敢教吗？整个教育现场最重要的信任感，就在这种氛围之下一点一点的被侵蚀掉了。老师们不是不想教，而是这个环境已经让他们不敢教了。最荒谬的还在后头，因为学校的行政工作实在太操，压力太大了，所以很多资深的正式老师根本就不想接。结果学校怎么办？只好把像是教学组长、学务组长这种最核心、最需要经验传承的行政职位拿去塞给那些一年一聘的代理老师。这有多扯？这等于一间公司的核心主管每年都在换人。今年的组长好不容易刚摸手所有的业务，明年他就因为没续聘而走了，所有的事情又要从零开始重来一次。整个学校的运作就在这种混乱无法传承的状态下不断的恶性循环。 OK， 分析了这么多让人觉得很沮丧很无力的问题，你可能觉得哇，那台湾的教育是不是没救了？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来谈谈希望。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扭转这个看似无解的未来？我们总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会把好老师都烧光的体系继续运作下去吧？为了我们的孩子，也为了台湾的未来，至少有3件事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做的。简单来说，改革有3大方向，而且缺一不可。第一，釜底抽薪，我们必须彻底改革代理制度。我们要给那些有能力、有热诚的代理老师一条稳定、可预期的转正管道，而不是让他们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样，流浪个5年、10年，最后心灰意冷，被迫转行。比方说，服务满一定的年限、表现优良的代理老师，是不是能够有免出试，甚至直接参与学校遴选的机会？这才能真正的把人才留下来。第二，行政归行政，教学归教学。让老师回归教学这句话喊了10年，却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解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补足专本的行政人力。就像一间医院不会叫医生去兼会计一样，学校也应该要有专职的行政人员，把老师的时间跟精力真正还给学生，让他们可以专心在备课跟教学上。第三，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知识系统。我们必须要从制度上划清楚教学专业的红线，保护老师的教学自主权。当老师面对不理性的投诉时，学校跟教育局必须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而不是第一个跳出来叫老师先道歉的人。要让老师们知道，他们在孤军奋战的时候，整个体系是挺他们的。说到底，台湾教育现在面临的真正问题，其实不是找不到人来教书，而是我们这整套制度根本就配不上那些真正有热情、愿意好好教书的人。我们正用一个不稳定、没保障、低尊严的环境，不断地把这些有理想的人才一个一个地往外推。所以了解了这一切之后，我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大家一起来思考。当一个体制正在系统性的不断的消耗、烧光我们的好老师，让教学现场只剩下疲惫、混乱与不确定性的时候，那最终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会是谁呀？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台湾的教师荒从来都不是因为少子化，而是一场由代理制度失衡、退休大潮、薪血断层和劳动条件恶化共同引爆的完美风暴。我们看到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不仅掏空了人才库，更让第一线的老师们在巨大的工作量和尊严被侵蚀的双重压力下，热情燃烧殆尽。而解方必须从改革代理制度、减轻行政负担以及建立教师知识系统这3个根本问题下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